绝区林第一狱卒最强雷西，首席机修德利斯他终于来了，请特号小伙伴把1打在东北上。绝区林当了太服，相信当绰号德利斯的神将一定对他有不少疑问。本期视频就要为大家深入解析一下德利斯，并总结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及解答。多的东侧路通视频也是正在火热制作中，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3连专注后前往主页查看。大家有疑问的话，欢迎在弹幕评论提问。3连专注午觉，后续也能第一时间获取绝区林最强攻略。德利斯定位电属性远程角色，同时还是绝区林目前唯一一位异常类主 C。他不仅拥有优秀的范围输出和清杂能力，还能通过独一档的异常积蓄效率和远程持续伤害，对敌人造成强力的削弱以及胆电效果。和传统的强攻主 C 不同，德利斯的玩法接近原神的砂糖胆电武装和星铁的斗特队，需要持续战场提供属性异常积蓄，再进行最后的引爆输出，对单对群都有一定强度。而且他在普通期间释放其他技能，并不会打断普通的连击段数，这也让他的连招变得极其丝滑，掌握好一闪一闪或者3A 1翼的攻击节奏，动辄就能打出一套极其可端的爆发。由于太服机械敌人数量较多，且大多自带磊落，配合深渊天气对异常伤害高达80%加成，直接让德利斯化身天气之子。在通关效率上，甚至能超越艾莲，爽到起飞。整体来看，德利斯和艾莲能够并列为 1.0 版本最强势的主 C 输出，所以准备第一时间毕业德利斯老婆的小伙伴，请在弹幕里透过1吧。在德利斯的连招流程中，普通占有着相当高的地位，普通4段，其中1、2、4段都是物理伤害，只有第3段普通会同时造成物理和电属性伤害，并为敌人积累一定的异常值。所以实战中，德利斯在打出第3段普通后，接着衔接其他技能，这样就能以最高效的方式积累电属性异常，为敌人附着胆电状态，还能避免第4段攻击的后轮发拉开太多身位，影响我们的攻击节奏。而且德利斯的每次攻击都可以滑动左右方向键进行电波射击，并调整自身身位。值得注意的是，德利斯的胆电状态并不是德比斗特那样纯粹的脱手伤害，而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攻击才会同步触发。由于德利斯的普通属于范围伤害，一旦我们得多了敌人附着的胆电状态，就可以用他的普通同时触发敌人身上的胆电伤害，造成极为可端的队员输出。德利斯的闪避技同样是他较为常用的作战手段，常规情况下的闪避主要用于调整站位或者取消特殊技后摇，而在敌人进行攻击的情况下，德利斯的闪避会触发一次手雷攻击，造成电属性伤害和大量的异常属性积蓄，这也是德利斯除特殊技外跳跃最高的异常积蓄手段。德利斯的冲刺攻击由于造成的是物理伤害，所以在连招流程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意义，更多的是用来走位、调整攻击节奏或者转移进攻目标。特殊技是德利斯最主要的输入和异常积蓄手段，常规下的特殊技会使德利斯往后滑步，并向前方丢一颗电属性伤害的手雷。强化特殊技超堆东城清障则会投掷2枚强化手雷，造成大量的电属性伤害和异常属性积蓄，并且在此期间，德利斯自身还会自带无敌效果。和普通一样，我们可以通过拖在左右方向键来缓解后撤步带来的副作用。不过，武耀更建议大家通过闪避来取消特殊技的后摇。但要注意的是，连续使用闪避后，闪避会有1秒左右的CD时间，所以我们在第2次一闪后就必须衔接1加3A 的连招。实战中，一闪加一闪加 EAAA 也是德利斯最高效的胆电触发方式。一般情况下，只需2轮连招就能保证给敌人打进胆电状态。而在敌人已经进入胆电状态后，我们也可以调整输出模式，以普通起手采用 AAA 连招，这样可以更快的帮德利斯叠加核心被动，提高强化特殊技的伤害和积蓄效率。凝血技会向空中丢出3枚手雷，并用钉枪扫射引爆，造成大量的范围电属性伤害。大招则近似于强化版的凝血技，其动画同样是丢出1枚手雷，并在引爆后分裂成4枚小型手雷，造成范围更高的范围电属性伤害。招式发动期间，德利斯会自带无敌效果。虽然这个大招的伤害倍率对比德利斯的其他技能明显要高一截，但因为德利斯不怎么吃双爆和攻击词条，再刀的指伤倍率对德利斯的总输出有没有多大的提升，所以德利斯的刀在喧嚣值的分配上优先程度较低。不过不得不说，德利斯泰拉什的这个微表情是真的绝了，所以喜欢德利斯这个大招特写的小伙伴，请在弹幕里透过1吧。核心被动预驱动撞针，德利斯每次用普通或冲刺攻击造成物理伤害后，都会获得1层电能。当电能层数达到满层后，德利斯的特殊技和强化特殊技就会消耗全部电能，并大幅提升电属性异常积蓄值。这个核心被动1级就能提供夸张的65%异常积蓄提升，不仅能进一步提高德利斯的胆电触发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德利斯普通的实战使用价值。额外能力技术支持班主，队伍中存在与自身属性或阵营相同的角色时，德利斯每次发动强化特殊技都会为敌方提供1层胆电异伤，最多叠加2层，也就是36%的胆电异伤。由于绝区林目前没有纯粹的异常辅助，所以这36%的胆电异伤几乎不存在任何的稀释，这也一定程度上要求德利斯绑定至少1位电系队友，技能加点优先
先级，特殊技大于闪避，大于核心技，大于普通技，大于终结技。引擎方面，首推 S 级引擎嵌合编辑器，无论是附属性自带的道额穿透，还是特效提供的攻击力，对德利斯都是相对比较有用的属性，能进一步提升德利斯战尔时的伤害。此外，专用在德利斯每次发动特殊技或强化特殊技时，还能提升他的异常精通，最多抵押3成。但效果和德利斯的核心被动可以说完美契合，不仅能够提升战场伤害，还能够大幅提升胆电状态带来的异常伤害，堪称通通中居家旅行杀人越货的博尔之选。至于 A 级引擎，德利斯可以选择的就有许多了，像德利斯单核腾用触电纯彩，搭配女仆主纯电队腾用双生气星，对面板腾用雨林涛特。以上都没有的话，则建议用容易叠满的 B 级引擎电磁炮24与电磁炮34来进行过渡。驱动盘方面，这套首选自由蓝调，作为异常流派的专属驱动盘，不仅能为德利斯提供常驻30点的异常精通加成，还能大幅降低敌方烫性，帮助我们更快积累属性异常值。这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契合异常体系的套装，任何情况下都值得优先考虑。二件套则首选雷暴重金属，套装效果的10%电伤可以很好的补充德利斯缺失的增伤城区。如果追求手感的话，则建议携带摇摆爵士二件套，以提升德利斯的回能效率。如果暂时没有刷出好用的4+2套装，也可以考虑先用2+2+2搭配过渡。主次要推荐4号位异常精通，5号位根据配对情况选择雷伤或是穿透，6号位异常掌痛。副次要推荐异常精通大于穿透大于板壁攻击力。由于德利斯的额外能力技术支持班主在队伍中存在同属性或同阵营角色时会获得高额的胆电加成，所以其配对当 C 位电系队友。目前最强势的德利斯配对是同时携带了女仆长、安东2位电系角色的纯色电队。丽娜作为目前唯一的 S 级资源，拥有极为优秀的辅助能力，可以为德利斯提供大量的穿透加成，确保德利斯上场后能吃满全额的智能异伤。安东不仅可以凭借极大的爆发能力担任胆电状态下的核心输入角色，而且作为配对中唯一的近战角色，还能担任整个队伍的招架需求。如果没有女仆长，可以考虑放上安比，但要注意在这个配对中，安比仅作为招架资源的插件存在，战场核心依然且必须是德利斯。此外，也可以用德利斯、女仆长加其他属性积蓄角色组建紊乱队。不过紊乱队目前还没有得到比较成熟的开发，且多属性异常积蓄会导致玩家需要注意的战场信息激增，玩起来会比较心累，不建议萌新玩家用于开荒。目前适配德利斯的帮部只有2个，电击部和插头部，这两个帮部都能为队伍大幅提高电属性异常值的积蓄效率，区别仅在于连接技提供的积蓄范围略有不同。电击部的连接技可以对敌方单体造成大量的电属性异常积蓄值，而插头部能对大范围的敌人持续造成强力电伤，并累计大量的电属性异常积蓄值，但都需要队伍中有至少2位电属性角色才能触发被动效果。德利斯作为异常系，灵命机制完整，数值也相对合德，隐化带来的提升相对较小。目前6的隐化中，综合提升最大的就是天赋1、天赋2，其中隐化1可以让德利斯的普通顺带点队友回能，对丽娜这种常驻后台的辅助队友提升较大。隐化2能降低敌方的电属性伤害烫性和电属性异常积蓄烫性，使电系队伍的整体伤害得到一定提升。至于最后的隐化6，则是纯粹的数值型隐化，虽然提升不弱，但它的子伤加成对于德利斯这种异常 C 提升并不明显，实战意义较小，而且普持角色无法稳定获得，大家常驻等 Y 吉特。所以你对德利斯还有什么疑问吗？看在5教爆弹这么突然的份上，大伙点的一键3连冲上热门杯，万分感激。